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瑞士对中国说人权问题，汪文斌很温和啊。为什么要讲瑞士啊？瑞士有2个问题，我们会比较关注。第一个问题，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啊，它在政治上非常的保守，因为它在那里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就是资产管理，所以它在政治上是非常保守。当瑞士开始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可以看到啊，在欧洲啊，整个欧洲的氛围已经是变成了一个这个氛围啊，就是说，我们来看新闻啊，看新闻啊，当然还有一个，瑞士管着全世界大概有1/3的私人财产，1/3的私人财产是放在瑞士的，所以瑞士跟什么有关系？跟钱有关系，跟谁的钱有关系？跟很多我们讲不干净的钱有关系。所以我们讲瑞士现在出来讲话有没有分量？有分量，你可以看一下啊，新闻是这样。那么继英美德法啊这些国家就香港问题表态反对港版国安法，反对这个特区政府推迟立法会选举啊，那么整个西方国家都表态。那么到了现在最新的进展就是瑞士的外交部长啊发出来啊发声啊批评港版国安法啊危害，而且批评中国背弃改革之路啊严重侵犯人权。他说，如果中国一意孤行，西方国家将果断做出回应啊。瑞士外长卡西斯8月2号接受这个瑞士的报纸叫《周日展望报》采访，他是这么说，他说了几点，说了4点啊。第一，中国已背离改革之路，中国政治自由化与经济自由化不成比例，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正在加剧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背弃一国两制的原则，影响在香港投资的瑞士企业。如果中国一意孤行，西方国家将做出果断回应。第三，中瑞建交70年，瑞士已经与中国成为建设性但不缺乏批评性的关系，法治和人权始终是两国对话的一部分。这是第三。第四，瑞士现在明白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混乱。在中国人权侵害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我们要保护这些权益。瑞士必须更加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和价值观。这就是瑞士外长的4点表态。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最近出来的都是汪文斌汪文斌就做这样的回应他说，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权状况最有发言权他是有发言权，这个话没错。不过中国人民不被发言，不允许发言，因为中国政府进行全面的清网活动，不让发言。卡西斯的有关言论缺乏依据很温和吧？港版国安法将使一国两制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这是一个回应。然后他说，中国始终坚持打开大门搞建设，瑞士的金融机构能够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中受益，希望瑞方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珍惜中瑞关系的发展局面。非常温和非常非常的温和。为什么？因为有关系瑞士和中国之间有很强的金融关系金融关系这个话怎么讲有没有很强的金融？当然没有很强的金融关系。瑞银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所以瑞士和中国有很强的金融关系。但是不仅如此
这个中国跟瑞士的金融关系在另外一个层面更重要啊。2014年7月1号啊，中瑞签署这个自贸协定啊，瑞士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跟中国签订双边自贸协定的国家啊，欧洲的国家啊。那么2017年瑞银有一份报告，瑞士银行2018年的报告讲的是2017年的情况。中国的亿万富翁增加到373个财富增长39%。这373名的这个亿万富翁那么他们的财富达到11200亿美元啊。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什么？这里面涉及到中共高官和他们隐秘的财富啊。当然这有一部分财富就放在哪里？就放在瑞士啊。为什么这么讲？有没人看见？没人看见。但是有个东西叫维基解密。维基解密2013年的这个有一个中国密件啊，披露了很多信息啊。那么有3条信息啊，大家会比较关注。第一条信息，中共高官在瑞士大概有5000个账号，5000个账号，2/3以上是部级官员，就是2/3是部级以上的官员。那么大多数中央委员都有份啊。那么目前还有150个账号没有确认他到底是谁。这有可能这150个账号可能是家里人亲属，因为这些亲属就对不上，因为有些不是那么有名啊，没有记录，所以没办法核对。所以这5000个账号呢，有150个名字还没有确认，这是第一条，金融关系密切吧，非常密切啊。第二个，这一份名单来自于法国，是瑞士银行的一个法国雇员把这个客户信息带走。他这个人被瑞士当局通缉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是说是出于良知，然后他向法国税务单位检举这个偷税漏税啊。那么这是第2条。第3条，香港这里面又讲的香港是中共高官把这个资产转移的一个主要渠道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当瑞士开始说中国的人权问题，说香港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汪文斌的态度什么？非常的温和连反击都没有，什么都没讲。这个你想一下，世界头号的强国美国要讲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通常用最强悍的语言予以回击但是瑞士位于欧洲中部，它只有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只有830万的一个这样的小国连军队都没有，它中立国，它不设军队当然它有保安，但是它没有军队一个这样的小国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严厉的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就像一只小猫一样。为什么？这中间肯定是有问题这个问题肯定不是我们讲在中国有一个瑞士银行，瑞银在中国的投资，那肯定不是那肯定是什么？跟其他的金融往来有关系。我认为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外交部发言人的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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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在瑞士人手里，否则他怎么会像小猫一样温和？那么瑞士我先简单的讲一下瑞士的一些，趁机我们介绍一下瑞士的这个银行体系瑞士在欧洲的中部面积只有4万平方公里，很小的一个国家。
他为什么能够建立一个这么庞大的银行体系啊？跟他的保密制度，银行的保密制度有关系。所以他银行保密制度让什么呢？让大家愿意把钱放到他那里，因为这很安全啊。它的背景是怎么来的？是16世纪啊。那么基督教加尔文教派从日内瓦开始兴起啊。那么由于受到迫害，大量的新教徒陆陆续续的从法国、从意大利啊开始逃到日内瓦，然后他们带来了很多钱啊，带来很多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日内瓦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银行，帮他们保管这些财富，就出现了，瑞士就开始出现了银行业。那么为了保护啊，而且建立他们的信誉啊，瑞士的银行业开始建立一些业内非正式的这种保密制度啊，保密制度。那么最早的保密制度是1713年，日内瓦议会制定了一项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银行人员那个未经市议会批准，不得泄露他们的银行他们储户本人的任何资料给第三方，除非这个市议会批准。这就是瑞士银行业保密法的最早的前身啊。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家知道啊，纳粹德国兴起，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迫害犹太人。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核心目标是什么？虽然表面上讲是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叫人种优越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他们的钱，就是迫害犹太人，就是抢他们的钱啊，核心的目标就是这个。那么犹太人就往哪里跑？往瑞士跑，同时把他们的钱往瑞士转移啊。所以1934年，瑞士议会通过了银行法，特别加入了银行信息保密和泄密处罚的条款。它有几个规定是很有意思的啊。我大概介绍一下。第一，瑞士的银行一律实行保密密码制啊，为储户绝对保密，你只要用密码就行啊。任何一个储户可以选择自己认为妥善的方式，在瑞士的银行开户啊，储蓄啊。储户可以使用化名，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任何东西，你只符号来代替它的真实名称啊，甚至以任何形式开户。这是第三、第四啊。而且他开户不但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取款、转款全部都可以按照他和银行约定的这个方式来办理啊，就是财富的真正拥有人甚至可以永远不出现在银行，不露面啊。然后呢，对于这个泄密的这个有非常严厉的处罚。那最后啊，他还有一个像非常让所有的人都觉得很安心的，就是任何政府、法院无权干涉、调查、处理任何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除非你有证据证明这个存款人有犯罪行为。就是因为这个制度啊，所以为了就是因为有这一系列的制度，所以呢，全世界的有钱人都愿意把钱存在瑞士啊，就是它的原因啊。那么在这些银行呢，在苏黎世和日内瓦有116家专门办理秘密存款业务的银行，然后各大银行还有内设的私人这个银行的这个窗口，在这些地方不准拍照，不准讲名字，甚至有的银行都不设招牌啊。那么只标经营者的名字啊，所以他们办理这个账户绝对保密，而且他们这些从业人员大部分是子承父业，一代一代的做下去啊，代代相传，他们的职业的训练和职业道德要求非常高啊。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啊，大概在一个这样的机制下，瑞士的银行业特别是私人银行业非常的发达。这是为什么全世界的这些高官，甚至是这些富翁，甚至是高官，甚至是贪官，甚至是独裁者，都把他们的钱存在瑞士啊，这是一个原因。但是呢，这个瑞士的银行这些保密的制度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其中有一个标志性的行动，就是瑞士也加入了 CRS。大家还记得 CRS 是什么吗？ CRS 叫这个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啊，就是英文缩写。CRS 叫统一报告标准，是由这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啊，叫 OECD 啊，经合组织推出来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主要是让大家互相通报非税务居民的金融信息。就是我这里有一个不是在我这里交税的这个非税务居民，我就把他的资料报给他所在国，就这样子进行通报。这是一个交换信息的系统。这个交换信息的系统意味着什么？瑞士开始加入这个 CRS， 它也开始向其他国家分享这种非税务居民的金融信息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这是当然，他加入这个 CRS 是受到了美国的压力啊。美国基本上是美国是个进步的力量啊。为什么？当然，其中有一条，美国对和瑞士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一条就是银行的这个保密的制度。为什么？因为很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有钱人，跑到瑞士去开设账户，通过瑞士来避税，他很多财富放在瑞士啊。那么瑞士跟美国之间就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冲突啊。到了2009年2月19号，瑞士银行，瑞士最大的银行，做出妥协，向美国政府美国财政部支付7亿8千万美元的巨额罚款，然后向美国提供250到300名这个美国客户的信息同意我给钱，我交钱，我把客户资料交出来，这是第一次。第二天，美国财政部提出新的要求，不行要求瑞士重新定义银行的保密法，要求瑞士银行交出他 5.2 万，就是52000名美国客户的全部资料然后就这一些事情，这个缺口就打开了。到了2013年，瑞士联邦议会批准了瑞士和美国签署的一个双边协定，允许美国税务机构向瑞士银行中的这个瑞士的银行中的美国公民征收所得税征税那么2013年，瑞士签署了 CRS， 开始向其他国家交换非税务居民的这个金融信息2014年，自动交换金融账户信息的国际标准生效。然后中国是2014年跟瑞士签署税务事项信息自动交换宣言。然后是2018年，瑞士开始向9个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交换。2018年交换一些什么东西呢？大家要知道一下CRS 交换的信息是什么？户名银行的户名、住址、国籍、这个税务申报信息、
账户里余额啊，这很重要哈，有多少钱，他账户里面有多少钱。2019年的9月，瑞士开始增加了啊，开始增加。2019年的9月，跟33个国家开始交换这个信息啊，开始交换信息。10月7号，瑞士联邦税务局发布了就是 CRS 涉税信息的正式公告啊。瑞士呢已经做了一个尽职调查。什么尽职调查？筛查了7500家银行，7500家，瑞士有7500家银行、信托公司啊、保险公司的金融机构7500家，统计出来有310万个金融账户，向75个配对国家，就是310万个金融账户里面，非税务居民配对出75个国家和地区，跟他们的税务当局交换了 CRS 的涉税信息。那么就是把这个信息交换出去啊，这是一头啊，瑞士的变化这是一头，这一头意味着什么？就是原来瑞士的银行的保密法已经开始重新定义，瑞士其实已经开始向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的这个银行体制开始转变啊，因为原来的这个非银行的这个保密法开始受到陆续开始受到其他国家的非议啊，这是一头啊，就是这是一块啊，就是瑞士的银行，瑞士开始向其他国家交换信息，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叫追回被盗资产的协议啊，倡议啊。2007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发起了一项倡议，叫什么倡议呢？叫追回被盗资产倡议啊。这个倡议它是一个行动计划。帮助呢发展中国家追回被腐败的领导人和官员所窃取的国家资产。然后这个倡议的第2天，西方国家当然全部都支持啊。那么瑞士也发表声明，愿意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合作啊。然后2010年制定了什么呢？瑞士在2010年制定了什么？独裁者资产法。冻结什么？冻结独裁者啊！这里面涉及到谁？举个例子，利比亚的独裁者卡扎菲啊，卡扎菲下台之后，他大概被冻结了多少资产？600亿，600亿资产被冻结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意大利、瑞士、瑞典。那么瑞典冻结了9亿美元。这些9亿美元，这些资产600亿资产送回去利比亚，让利比亚的人民改善利比亚人民的生活，建立什么呢？建立这个资产保护制度。涉及到这一类的冻结，包括谁？本阿里、穆巴拉克啊，这些独裁者啊，大家听的是不是很熟悉啊？非常的熟悉。所以瑞士其实是在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这些转变意味着什么？就是瑞士开始慢慢的摆脱脏钱庇护所的一个这样的恶名啊，它开始出现转变啊。我们今天就顺便把这个瑞士的这个银行保密制度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和它的一些演变。那么这里面有2件事情我们要关注啊。第一件事情要关注的就是在中国的议题当中，我们之前讲很多人也批评欧盟啊，主要批评2个国家，一个是欧盟啊，一个是德国。但是其实大家再回过头来再仔细的看一下，欧盟也好，德国也好，其实他们在中国议题上，特别是香港议题啊，他们完全没有和美国节拍，这是第一条。但是他们的立场一点都不软化啊，就是我们现在仔细的看一下，
其实欧盟也好，德国也好，在香港议题上，他们是坚持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今天在看什么？在看瑞士的表态。瑞士的表态其实能够反映什么？反映整个的欧洲在香港议题上，其实他们的立场是非常的接近，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异啊。我是这么我一直其实是这么认为啊。所以其实对欧洲的立场的解读是有问题的啊。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英文的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其新闻就不是个太大的新闻啊，新闻就不是太大的新闻，但是它反映了两个特殊的要点。第一个特殊的要点，瑞士在政治上相当的保守啊，它出来发声，说明整个的欧洲国家已经在这个香港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怀疑的地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可以看到瑞士出来一讲话，你看中国的态度就非常的温和，这比这个对美国的态度那温和的10000倍。为什么？心里有鬼啊，捏着把柄了啊。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虽然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我在这不说啊，我估计大家也会提。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再来有什么我们再来做出一些回应，好吗？好，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啊，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就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啊，我们进入互动啊。鸣谢一下啊，郭潘石，谢谢啊，辛劳了王先生，请喝一杯咖啡，谢谢啊。The way to fly，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请王老师喝薄荷茶。北京时间8月3日，网部美国驻华大使馆正在走清理拍卖财物，将拍卖北京顺义区美国使馆的所有物品。另外，距离美国设定的8月6号签证到期只剩下几天，在美国的中方记者无一人获得延期签证，不排除中美互逐全部记者的可能。王老师能不能讲讲中美断交、美台建交的可能性啊？多谢。第一个我看到了啊，就是甚至还有视频啊，网上都有，美国使馆正在拍卖财物啊。我不知道他拍卖的这个财物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里面有2种可能性，就是说他可能真的有一些东西要更新拿出，然后旧的东西拿出来拍卖，这是有可能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开始准备撤离啊，但是如果美国有那么多个，美国有总领馆有4个总领馆，那么其中有一个给关掉了啊，那么还有个大使馆，现在讲的是大使馆，那么总领馆都没撤，你直接撤大使馆有点奇怪啊，所以我觉得未必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跟美国准备撤离有关系，未必有关系，这是一头啊。中美之间外交战，美国先关掉中国的休斯敦总领馆，然后中国就关掉美国的成都的总领馆，然后就没有了下文啊，没有了下文。这个我之前说过啊，就是说，美国采取这个行动有点奇怪啊，因为理论上来说，你做一个这样的行动，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是要发生一场战斗啊，否则你不会打这一枪打出去。你这枪打出去之后，别人再打你一枪，然后你就不回了，你就不打枪了。这个我不理解美国的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啊？这其实有点奇怪。然后现在美国总领馆、美国大使馆又开始拍卖物品。什么意思？我猜测可以，但是这个猜测不靠谱
就是我觉得这些行动诡异，只能说诡异，就是说这些行为它没有连贯性，然后它又没有逻辑，所以很诡异。我我就不评判了，我只是我的唯一的结论就是美方行为相当诡异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方记者无一的获得延期，不排除驱逐全部记者的可能。这个新闻昨天就发生了，这是胡锡进、胡雕盘、胡锡金啊、戏精的一个微博啊，也是意图不明啊，就是说他会不会最后一天再给他们折磨他们一下呢？也有这种可能性。他会不会是真的要把所有的中国记者赶走？其实他讲的也不是全部是中国记者，中国记者不止这么一点啊，还有很多记者。呃，我们等他真的没有拿到签证再说吧，因为现在真的不知道。就是我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讲到啊，就是说川普总统的很多行为，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关掉休斯顿总领馆，然后就没了下文，你不知道这个他想干嘛。所以实际上这里面是不是涉及川普总统一拍脑袋，或者是情绪一来就干一些事情，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他不是一个职业政客，他也不是个优秀的管理人员，所以他只是一个掌握了一个巨大权力的美国总统，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有可能做出一些其他人无法评判的一个行为，这是可能的啊。Sophie 萌，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 Vicky 曹，请王先生吃台湾的台南蛋仔面，谢谢啊，谢谢。情况，瑞士这些年受到很多公开银行账户的压力，不光美国，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对它施压。其实，瑞士的银行业并非最大的产业，瑞士的中小工业和制药企业才是瑞士的经济支柱。OK。观点，王老师对德国政坛分析很到位。德国是提供被中共压迫的自由人士庇护的国家之一。德国绝对不是亲共，民众普遍讨厌共产党。你看一下德国的历史，你就会知道，德国一定不会亲共。为什么？你想一下，德国有一半是东德啊，东德就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你看一下当年柏林围墙，多少人从那边翻到自由世界啊！所以德国人对共产党的了解一点都不输于他们对纳粹的理解，是不是？所以我不相信德国是亲共啊。情况：瑞士男子18到40岁，每年都要服2个星期兵役，退休后带枪走，是就是全民皆兵的战略。OK。情况：我在瑞士生活30年了，瑞士有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之一，瑞士人活得非常有尊严。瑞士人在二战期间救了很多人，这是不可争的事实。当然也有很多不堪的往事。瑞士人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贫困地区的赞助不计其数。瑞士老银行有底线，已经倒闭的差不多了。现在银行不保密了，一句话不可概括瑞士性格。是的啊，瑞士有很多不同的语言区域啊。那么其实，瑞士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国家，我们可以找个时间来慢慢讲啊。瑞士其实很有意思啊。好，非常好，谢谢。观点，感觉瑞士应该为了配合美国制裁中共官员，提前寻找道义支持，应该受到美国的压力，避免舆论认为是美国的压力下发起的制裁。提问：随着瑞士和西方国家不断向中方表态，是否意味着欧洲各国开始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选边站，想问王老师，未来会出现新的冷战格局啊？中美首先我们讲就是说中国主要的对外关系就是美国中美关系决定了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在全世界生存状态。所以在中国，它90%的外交资源都是放在美国，或者是放在和美国相关的外交工作当中。所以它90%的外交资源都是做美国的工作所以中国在和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包括日本、包括东盟、包括非洲的关系都是从属于中美关系，是以中美关系为主轴展开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美之间的交恶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意味着中国和西方的关系的交恶。为什么？因为美国是西方的盟主，所以其他的国家没有疑问一定是站在美国一边，原因是2个，第一个是意识形态，第二个美国更强大，所以没有人会选择站在中国一边，除非那些拿了钱的小国，那会表个态，这个没问题，但是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跑到那边去的，所以那个是不作数的这是第一个，站队这件事情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就是中国给他钱，让他发表一个声明，他就发表一个声明。等美国人一看他一眼的时候，他就说：“哎，其实我是被迫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问题不是没有，目前不叫选边站，因为没有边可选，就是正常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从现实和利益的角度，都是选美国不会选中国，选中国的有但是那都是收了钱办事的人冷战新格局，我们之前一直的表述是中美之间已经正在滑向新的冷战。那么新的冷战和冷战当然有很大的差别中美之间现在的冲突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处于一个诡异状态什么叫诡异状态？美国的智库美国的民调都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受到中国的威胁美国的民调显示，美国人觉得受到中国的威胁美国在整个的民调的当中，只有18%的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伙伴，其他的人都认为要么是敌人，要么是威胁所以大家知道美国的民意是这样的民意。美国的智库陆陆续续的开始出来的报告都是表明，美国正在受到中国的威胁、侵害等等，这些报告都出来，你可以看这些美国智库的报告但是包括美国政府从川普政府到他主要的高官这个国务卿也好，这个巴尔也好，这个安全顾问也好等等都出来讲中国在威胁我们，中国侵犯了美国的利益中国是美国最核心主要的对手，甚至是敌人，我们要对中国开火开炮。美国的行政当局就是白宫就是川普政府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一直在做出这方面的表述那么美国的国会这是一个诡异的战争诡异的战争。美国的国会陆陆续续推出各种各样的法案，所有的法案就像一个武器，就是美国国会就像一个兵工厂，不断的造武器，这个武器是打头的，这个武器是打脚的，给生产各种对付中国的武器，交给白宫，白宫签署，武器放在桌子上，一枪都没打一枪都没打。然后呢，这个就说我们可以讲所谓的新冷战，我在评价或者在分析中美之间的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得很清，看的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场景。
美国国会啊声音很大，美国政府声音很大，民调很清晰，民意很清晰，然后美国的媒体很安静啊，美国的媒体很安静，然后美国的这个没有开枪啊，双方中美之间到目前为止只关掉了一个休斯顿总领馆，你关掉我一个，我关掉你一个，然后就这个枪就不打了，啪打了一枪，啪他又回了一枪，然后就没有了，西线无战事，这是一个奇怪的，所以经常有人讲中美之间是新的冷战，这的确是新冷战，这很像二战时期的西线啊，西线双方在对峙啊，你守着战壕，他也守着战壕，偶尔打一枪，我也偶尔回一枪，但是双方一直在喊话，一直在各种喊话，没有下文，这就是目前中美之间所谓的激烈冲突的场景。这个场景非常的诡异，我一直认为它是个非常诡异的场景。更诡异的是什么？更诡异的是没有媒体在说这件事情，从这个美国的媒体到中文的自媒体到推特啊，都没有人讲中美之间在激烈的冲突，在南海也好，在哪里也好，各种冲突，香港议题也好，台湾议题也好，敲锣打鼓讲得很响，但是真正的美国政府没有做动作，大家都很保持距离，保持不接触，没有媒体在说这件事情，只有我在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在说啊，美国的主流媒体也不说啊，报纸也不说，都不说。包括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让我最意外、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疫情。你想一下，疫情给美国造成了2大损失。第一，人命，死了10几万人啊，这是一个啊，死了10几万人的一个疫情。然后经济损失，人命损失，经济不多吧，几十万亿得有吧。这2大损失，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强国，它被来自中国的这个疫情造成了一个这么大的损害。川普总统天天骂中国，说你这件事情是中国来的，中国一定要付出代价。结果川普总统到现在骂到现在，3月份、4月份到现在，川普总统就这个事情没有做过一个动作，也没有媒体骂他。甚至他的这个竞争对手像拜登也不骂他，他只骂他疫情没做好，不骂他在疫情上没有追究中方的责任。甚至你可以看美国国会说要通过一个这个法案追责法案，就是免除这个主权不追责的这个责任的法案，没有下文，完全没有下文。这是个什么情况？我不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所谓的新冷战啊，就是说大家好像都在比划一下，喊完之后没下文，这就是我看到的情况。我跟大家报告，我非常的疑问，我不知道这背后有什么问题。理论上来说，美国是一个有热血的国家，有仇必报。你现在看看啊，现在如果还有人有疑问这个病毒来自哪里的话，理论上美国政府掌握了无数的材料证明病毒是来自中国，这个没有疑问啊，就不用美国去证明，我都能证明啊，是不是武汉病毒所出来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来自中国就够了，就已经够了啊，这件事情就已经够了。那为什么到现在美国都不做任何事情呢？难道大家静待大选？我不知道，我也是不理解，好吗？所以
新冷战是不是所以你这个问题说是不是出现了新冷战的格局？这叫格局吗？我觉得这根本不是格局，因为没有发生事情啊。你有事情才叫格局，这都没有事情，你这叫什么格局？所以我觉得我这件事情我讲了3遍，这是第3遍，这是我最后一次讲啊，大家给我一点耐心啊，我把这些讲完。我认为有2件事情一定是在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背后一定有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正在发生。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不合理的现象背后一定有合理的事情。就是你可以看中美之间西线无战事，啥都没发生，只是关了一个总领馆，然后啥都没发生啊！你不要跟我讲我们已经制裁他们的签证了，不要，那不是事儿，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事儿。什么制裁中国官员签证的问题，不要跟我讲那叫措施啊，那也叫措施啊，那是叫敷衍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是第一个，我认为这个诡异的现象背后一定正在发生一件我们都不知道的，也不能接受的非常丑陋的事情一定在发生，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大家对川普总统一定有巨大的误解，就是说我们之前对川普总统的很多的分析和判断都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的判断是基于什么？基于川普总统及其高官的不断的表述，但是实际上你看川普总统和他的高官表述完了以后啥都没有发生啊，所以我们的判断是错的。就这2条我讲完了，我今天开始不再讲好吗？ OK， 请大家原谅我啊。观点，瑞士的民主制度是我熟悉最成熟最真切的表达民意的制度，他们700多年没有战争，3种官方语言，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此和平共处，跟他们的直译民主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典范。好，非常好。观点，人类产生冲突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利益之类可以妥协，所以才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说，唯有价值观无法妥协。中共把这句话变成了天条，我们还是不要相信他的好啊。观点，没有政治互信的经济互信是不可靠的，西方开始明白了。情况，身在瑞士多年，这里是一个非常注重人权的国家。最近经常有当地朋友会问起武汉疫情的问题，是真的吗？我只能带着一丝愧疚，微乎其词的一带而过。还有一段故事，当年江主席来瑞访问吧，在瑞华人和当地青年的我，带着一份自豪和兴奋，勇往政府大楼广场等待江主席的到来，结果本来一场隆重的欢迎会却非常尴尬的草草收场了。原来一大群西藏的抗议群众几乎已经靠近主席车队几米，这场面真是哭笑不得。为什么叫哭笑不得呢？西藏人被中共的迫害已经路人皆知啊，你难道不知道吗？西藏的精神领袖到现在都不知道被藏在哪里。谁的西藏领袖？班禅啊，班禅都不知道在哪里。真的班禅，不是现在你看到的那个班禅。班禅灵童后来一出来就被绑走了，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然后他们自己再安排了一个班禅啊，所以中共对西藏的迫害比他们在新疆做的事情还要早，还要坏，还要恶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要知道一下，了解一下啊，不是哭笑不得，绝对不是哭笑不得啊。提问，请问王先生，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感觉都会让中共续命，
这4年会不会又给中共发展的机会？昨天阎立梦说，他们还在研究更可怕的病毒。这群民主国家怎么还跟弱智似的，非要等我们自己的国民被中共病毒搞死了才会彻底醒悟？气死我了！搞死了，美国搞死了10几万人，你觉得他也没反应啊？所以我不理解的是什么？美国死了10几万人。所以你说等自己的国民搞才彻底醒悟，美国也没有，美国也醒悟了呀，民调也很清楚啊，对吗？80%多的人认为，73%的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10几的20几的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醒悟了呀。可是美国到现在为止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关掉总领馆，休斯顿总领馆。问题是别人也把你的关掉了，你做了什么让对方觉得不舒服的事情吗？没有啊，这是我不理解的事情啊。大家如果有什么看法，帮我理解一下好吗？不要说他们在说川普总统下一盘大棋的人，请你们不要再告诉我了，我已经听到了。我没看到那副大棋啊，情况还有去年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去中国访问，他是先飞上海，没人相信他会与全体访问的工作人员竟然坐商务舱便装，他就坐在我的后一排，飞行期间没有特殊的餐饮服务，和其他乘客一样，下机时竟然拒绝第一个走出机舱排队。所以中国人就觉得很意外啊。观点：中国自媒体没有人讲是看不透，时不时来一枪。美国主流媒体和民主党不在这个话题上攻击川普，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这么认为，根本不想太得罪中国，为以后上台后留路。因为有吗？为什么要为留路？他没路吗？他做了美国总统还没路可走吗？这个不 make sense。川普做的不够狠，是因为选举把握不大吧？你这个话不靠谱啊，你得有逻辑才行。做的太绝，心里没底。什么叫做的太绝？他现在连枪都没打一枪，什么叫做的太绝呢？提问：我是80后，您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看到中共解体吗？能看到中国走向民主吗？我们要为动乱做准备吗？好绝望，没有方向。你这是让我去占卜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解体，中共解体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要预测一件这样的事情，我预测不了，没办法预测啊。提问：这几天网上一直有通过中国邮政寄往全世界毒种子快递的新闻，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关于这个事情有很多说法，有刷单说，有这个叫什么？有这个有战略目的说，各种说法都有。我现在没办法判断，我也没收到，我也还没有掌握足够的让我下结论的资讯，好吗？观点：前些年北京对香港一直还比较克制，是因为要做个样子给台湾看，为两岸统一做打算。但今年台湾大选后，北京对统一似乎死心了，所以觉得对香港没必要继续手软了，于是就露出了真面目。这个看法也不错啊，这个看法也不错。好，明谢艾伦叶，谢谢发商冲，谢谢北极五蝶，谢谢 CC 令，谢谢同意。诡异现象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在发生，非常同意这个龚娟，谢谢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观点，怎么没贴上来？观点：现在在累积大义民愤，让香港继续流血，而只说不管。但香港的惨状足以让一部分国家转向，如法国。
同时大肆炒作去年爆出来的维吾尔集中营又让另外一些国家转向了，比如以色列，不确定会不会是在大选之后，但显然采取行动的时刻还没到。至于背后有秘密进攻计划还是秘密的绥靖政策，无法分析。没有到，没有发生啊，没有到没到不好说啊。反正我今天算是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的讲明白啊，讲原因是，我还是没看懂啊，没看懂为什么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在这么巨大的人命伤亡，这么巨大的经济损失，重创算是重创之后，到目前为止只是关了一个总领馆，然后还被对方关掉一个总领馆，只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我不理解啊。有些人觉得我是着急啊，我真没急啊。为什么？什么叫着急？你觉得如果我没有见过没有见过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也就算了，我见过，我很清楚两个国家对抗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真的要跟对方对抗，你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你看中共就知道了，中共怎么样对美国的？你看看美国是怎么对中共的啊？观点，我认为刚才老师讲的为啥 Trump 没动作，背后的阴谋是 CCP 和华尔街的故事，背后应该也是利益，不是，搞错了。大家记住啊，华尔街不能够决定白宫的录像啊，这个那又是对华尔街运作体系的这个误读啊，华尔街没那么大的权利啊，你要知道。美国总统的权力来自哪里？美国总统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的授权，华尔街不可能挑战白宫的啊！大家不要想多了，你别被洗脑洗成这样啊！彩七红，谢谢。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再见。